境外的美元要如何去投资，如何能够赶上这一波美元升值的红利。美元现在是一个很好的投资机遇，跑赢标普500 34%。大家好，欢迎回到我的频道。但凡有境外资产的或者准备做境外投资移民的小伙伴，相信最近最关心的一个问题就是美元的大幅暴力升值。美元大幅升值目前看来会有3个问题。首先第一个问题就是美元升值，相对而言人民币就会贬值。如果说大家手中的资产大部分都是人民币资产的话，那么相对美元大概会贬值 15% 左右。再加上如果有人民币的股票或者基金的话，今年以来的行情也是非常的差，两者叠加，大部分人都可以用惨不忍睹这4个字来形容。美元升值的第二个问题是会在很大程度上影响美股的收益率。美元它是一个现金资产，也是一种无风险的资产，而股市它是一个风险相对而言比较大的一个风险资产。如果说无风险的资产或者说固定收益资产的收益率在短期内会有很大的上升，那么对于风险比较敏感的资本自然就会流入到无风险的资产中。今年第3个季度美股大幅下跌，基本上最主要的原因就是因为美元强势升值，很多资金从股市流出购买美元现金或者货币基金。美元升值的第3个问题就是因为美国一直是一个零利率的社会，所以说大家手中普遍持有的现金资产都比较少，而这一波美元的涨势主要是因为美联储不停的加息，预计在年底会把美元的利率提高到 4.25% 左右。这个 4.25% 左右就是一个无风险的收益。目前摆在普通人面前的投资品类一般就是股票、债券和现金。今年股市和债市都在下跌，此时更能反映出美元现在是一个很好的投资机遇。那么很多小伙伴包括我自己在内，之前一直关注的就是股票或者说基金一些投资的品种，对于怎么去购买美元现金资产这方面了解的比较少，所以这期视频就和大家聊一聊境外的美元要如何去投资，如何能够赶上这一波美元升值的红利。讲到现金理财，大部分人想到的就是存款，活期存款或者定期存款，然后我们去收取利息。那么美国的银行存款一般会有多少的利息呢？我们可以到美国银行的官网去了解一下。美国的银行一般分为支票账户和储蓄账户。支票账户它其实就相当于是一个消费账户，在里面的钱是没有任何利息的。第二个的话就是储蓄账户，开户最低要求是100美元，然后每日的最低资金要求是500美元，要不然的话会有8美元一个月的管理费。然后利息的话我们可以看一下，如果说里面余额是少于2500美元的话，它的一个标准账户的利息是 0.01%， 大于2500美元的话也是 0.01%， 所以说这个利息聊胜于无。然后第二种的话我们去看一下，第二种的话叫做 CDS 的话其实就相当于国内的一个定期存款，它有2种，一种的话最低是要存1万，另外一种是要存1000，然后利率的话是在 0.05% 到 2% 左右。我们可以看一下它的时间是7个月到37个月，比如说存7个月的话它的利率只有 0.05%， 37个月的话3年期的利率是 2%。 第3种的话是退休账户，退休账户的话它是需要有美国的税务居民身份才可以去开这个账户，所以说这边就不介绍了。除了银行存款，我们还有一种就是可以去购买货币基金，就如国内的周保里面的余额宝，它就是一种货币基金。现在余额宝里面的7日年化收益率大概在 1.8% 左右。我们也可以去购买美国的货币基金，购买的方式是我们首先需要去开一个美国本土的券商账户，比如说德美利证券、盈透证券或者说嘉信理财，都是可以去交易美国证券市场的几乎所有的金融产品的。我自己的主力券商账户是德美利证券，所以说我今天就以德美利证券为例，向大家去演示一下如何在美股券商里面去购买美国的美元金融产品。美元的金融资产一般是包括货币基金，因为它基本上等同于现金等价物，所以说它亏损的概率是很小很小的。第二种的话，我们是可以去购买一些美元的 ETF。 接下来的话就重点和大家去聊聊这2方面的内容。首先是美国的货币基金，那么怎么去购买货币基金呢？其实很简单，
我们只需要在这个地方去输入货币基金的一个代码，然后在这边就可以跳出来这个基金的一个基本情况。我们可以看到这边它的一个大致的收益率，如果说近1年的话是 0.72%， 它的收益率的话比美国储蓄账户 0.01% 的利率要高出很多。我们这边可以看一下和标普500的一个对比，还有和大部分货币市场的一个对比。如果说大家想要购买的话，发现这边是无法直接购买的，这边提示的话它只有嘉信底才可以购买。因为货币基金的话在美国个人购买还是比较小众的，其实大部分的话它基本上都是机构在购买。接下来第二种就是购买美元的 ETF 就是交易型开放式指数基金，它本质上是一种基金，但是我们可以在证券市场上自由买卖，而且手续费很低，甚至免费。比如说大家比较熟知的 ETF 有标普500做多的指数基金 SPY， 如果说想要加3倍的杠杆，可以选择 UPRO。 今天向大家介绍的是美元做多 ETF， 市场上目前这类产品还不是太多，规模最大的一支是 UUP， 是景顺基金公司运作的。我们可以看一下收益率，可以看到近1年以来的收益率是 19%， 标普500 ETF 近1年的收益是负 15%， 跑赢标普500 34%， 笑着流泪，怪自己没有早点布局。周四美国的通胀数据依然没有下降，各路机构预测年底美联储还会2次加息75个基点的概率已经上升到 92%， 美元无疑还会上涨。那么这支 UUP 还有赚钱的机会吗？大家可以在视频下面留言一起讨论。美国作为成熟的金融市场，无论是上涨还是下跌都是有机会可以赚钱的。比如说现在美股市场下跌，我们也可以选择做空赚钱。当然我自己是从来不做空的，因为不懂。这波没有赚到美元上涨的钱，也是因为自己不懂。还是那句老话，你永远也赚不到自己知识范围以外的钱。但好在我们能够不断的学习新知识，拓展自己的知识面。可能今天我们了解一个新的金融工具，某天就能够替我们赚钱。另外 TownTalk 的社区会员正式上线了，会员提供了众多的增值服务，感兴趣的小伙伴可以加入体验，首月只需要 0.99 美元。以上就是本期视频的内容，觉得还不错的话，欢迎点赞、订阅、分享。如果大家有更好的投资标的，也欢迎在视频下面留言。那我们下期再见。